重大消息！就在前不久，美国再次向外宣布开始对台第6轮军售，而这次对台军售呢，比之以往的规模都要大。根据美国新闻网的消息，拜登政府已计划对台出售总价值约11亿美元的各式武器，其中包含了60套鱼叉反舰导弹、100套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此外呢，美国还计划与台军签署价值6.55亿美元的针尖雷达延长合同。那么这次军售案的武器对台湾都有什么作用呢？别急，大兵和各位一一详解。其实台军青睐美制鱼叉系列反舰导弹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上世纪便将其列入了军购内容。当时呢，美国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同意对台出售该导弹，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美国才慢慢放开了鱼叉系列导弹的军售限制，并在1997年首次对台出售了54枚空舰型鱼叉导弹。第二年又再次对台出售了58枚同型号导弹，主要是用于台军之前引进的 F-16战机，射程能够达到150公里。那么时间来到2000年，为了配合美军舰对台军售，又再次向台湾出售了71枚舰射型鱼叉反舰导弹。后来到了2007年，再次对台出售了60枚空射型的鱼叉导弹，并在2008年出售了32枚潜射型鱼叉导弹。而这些导弹呢，并不是基础型的鱼叉，而是鱼叉系列的改进型 AGM-84L 和 UGM-84L， 拥有一定的打击海上、陆上目标的能力。后者主要配备在海龙、海虎号潜艇上，射程大概在120公里左右。该型导弹不仅能对大型舰艇实施隐蔽打击，还可以打击港口以及近岸陆上目标，这让台湾海军拥有了一定的先发制人的能力。之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在2019年开始有一次军售案，并最终在2020年10月向外公布。这次军售包括了400枚 RGM-84L Block 2型岸基鱼叉导弹，以及135枚衍生型 AGM-84HK 鱼叉导弹，属于一款增程型视距外陆攻导弹。此外，这次采购的岸基鱼叉导弹系统还包括多达400枚的鱼叉暗射型和4枚鱼叉演练用导弹，以及100辆鱼叉运输车、发射车、411个储运发射箱、25辆雷达车、支持和测试设备、培训设备等等。至于空射型的 SLAM-ER 增程型空地导弹，则是与这次采购的 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配套使用的。当时台湾向外宣称，采购包括鱼叉岸舰导弹的新海防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沿海的交通、监测和绘制海上通信线路，以此识别和探测敌对目标。与此同时，还可以应对海上的潜在威胁。其安装的先进 GPS 系统能够帮助台湾军队扩大防御范围。根据当时台军方的预计，这批次的军购会在2023年开始交付，之后经过向美国申请，希望首批导弹可以提前到2020年开始交运。紧接着就是本视频所提到的60套鱼叉反舰导弹，型号为 AGM-84L1 鱼叉 Block 2。经过这次军购呢，台湾又拥有了几乎所有型号的鱼叉系列导弹，各型鱼叉导弹总量呢已经超过了900枚。鱼叉反舰导弹作为美国海军在过去40多年中的标准装备，目前已经广泛装备到各型军舰和飞机上，经过几十年的研改，已经属于相当成熟的产品了。首批的鱼叉反舰导弹早在1977年就交付美国海军，之后为了适应新的作战需求和提高战术技术性能，又在原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其衍生型号就有了 RGM、AGM、UGM-84A、B、C Block 1到 Block 2型，其中 RGM、AGM 和 UGM 分别代表了舰射、空射和潜射型，而 A、B、C 呢，则代表了改进的序号。2020年，台湾购买的鱼叉 Block 2型属于 RGM-84L 类别，是以鱼叉 Block 1C 为基础大幅改良而来的。与其类似的 UGM-84L 型呢，曾在2008年的潜射鱼叉采购中出现过。在数据方面， RGM-84L 整体弹长4.6米，弹重691公斤，射程约150公里，兼具陆攻与反舰两种能力。该导弹安装了新型主动雷达导引头，极大增强了突防能力。其新型的导引系统整合有 GPS、INS 系统、
L 波段数据链系统以及新的软件与控制系统。其中 GPS 天线接收器与数据链来自 SLAM-ER 视距外陆攻导弹，而 GPS-INS 系统则继承了自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组件。大量使用现有的组件，也极大地降低了鱼叉 Block 2型的研发与生产成本。虽然大多传统的主动雷达制导反舰导弹由于无法克服沿岸地形杂波对导引头的干扰，因此很难打击停泊在港内的舰艇。单鱼叉 Block 2因为拥有高精度的 GPS-INS， 可以导引导弹击中特定的瞄准点之后再使用雷达导引头，因此可以有效打击停泊在港内的舰艇或者沿岸目标。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台湾20年采购的 RGM-80L 4型并不是美国提供给芬兰的 RGM-80L Block 2加 ER 增程型，所以这批导弹的射程呢只有约150公里，而不是增程型的278公里。至于另一款的 AGM-84L 鱼叉 Block 2，则是一款空射反舰导弹，是美军现役的最主要的机载反舰导弹了。在发射时，对现代驱逐舰的最大搜索距离可以达到40公里，能在飞行方向的45度范围内进行搜索。而 Block 2更是加入了新的导航设备，在拥有对沿岸、港湾、陆上攻击能力的同时，其精准度也大幅上升，射程也达到了152公里。对于这两款导弹，台军都是极为看重的，因为台湾四周环海，想要攻占台湾的话，必须需要大量的战舰，所以便需要大量的反舰导弹来应对。至于大家担心的 F-16战机能否发射的问题，在20年的采购案中，美国额外增加了MS-101 RACE 外部传感器吊舱，该吊舱类似于飞机的瞄准器，集成了红外探测系统、CCD 摄像机、激光测距照射系统，能够与台军的 F-16目前装备的狙击手红外搜索和目标指示吊舱配合使用，可以让台空军 F-16V 拥有完整的防区外对陆、对海攻击能力。目前台军呢已经拥有了规模相对较大的反舰导弹力量，此次军售无疑会再次加强其制海和对陆打击能力。在作战应用方面，台军现在已经采购的大量鱼叉导弹，加上自产的大量雄风2和雄风3导弹，仅依靠海空近岸优势就能够完全满足台军制海的需要。此外，台军在预定的作战计划中，为了减少敌方第一次打击中己方的损失，规划了舰机的东向疏迁计划。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战端开启时，主力战机疏散到花莲和台东等东部空军基地，而主战舰船则是紧急迁避至东部的苏澳等军港，之后再伺机反击。而这却会造成一个缺陷，那便是在台军的战争初期，这些担负着制海权争夺的军舰和战机都不在正面战线，所以台军不得不依靠无法疏散的岸基导弹力量，这也是台军青睐岸基导弹力量的主要原因。另外，在面对20年军售案时，台防务副部长曾向外解释称，台军部队对于自身的海防系统的要求是达成对敌方大型船舰造成50%左右的击杀率，而之后经过模拟测算认为，仅依靠台湾目前本身的军工能力，现有的雄风2导弹在数量上还不能满足50%击杀率的要求，因此必须向美国采购鱼叉反舰导弹进行补强。不过，即使之后台军将目标改为了歼敌70%，蔡当局呢仍表示非常不满。在他的要求下，该军案被列为台湾海军最优先军事投资项目，并且决定大幅扩充岸基反舰导弹实力，大举加购反舰导弹的数量，也使得总价达到了800亿元。从此就能看出呢，台湾军方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岸基反舰导弹，使敌方海上舰船和登陆船团在未接近登陆海岸线前就被歼灭70%以上。该导弹属于一款世界上第一款以红外线为导引，并且有着击落记录的导弹。现今不仅在美军中大量装备，还广泛出口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广受好评。而这次军售案的100枚响尾蛇导弹，正是目前的最新型号 AIM-9X Block 2，配备了中波红外焦平面阵列导引头系统。在射击前，导引头能够与头盔瞄准器和联合战术头盔系统配合，使它拥有更大的攻击范围。搭载的固态推进火箭与弹头，配合全新设计的红外线影像寻标头与导引系统，缩小的弹翼与控制面以及燃气舵等，将响尾蛇导弹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美军也是在2019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这款导弹。
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呢，该型导弹的导弹寻标器、引信、数据链都得到了升级，特别是数据链系统，使得这款导弹即便是在超出了自己的可视范围，依旧可以与敌方作战。当敌方派出战机降临台岛时，台军就能够出动自家的 F-16V 战机，发射这款空导弹，将敌方战机击落。其实该雷达指的就是台湾的乐山雷达。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台湾一直都是铺路爪唯一的外售买家。美国出售的侦搜雷达与自家使用的都是相位阵列雷达，但是形式却略有不同。在2003年的时候，台湾立法院通过了总金额达304亿新台币的扑爪长城预警雷达采购案。为了兼顾低空来袭的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还为此重新设计了，因而在2008年追加45亿，2010年再追加了2亿美元，总计约为410亿新台币。目前台湾服役的铺路爪雷达采用了雷神公司开发的单一整合导弹图像，能够提供即时的战场觉知、预测导弹落点、建议接战方式等功能，侦测范围可以达4000公里以上。此外，该侦搜雷达属于雷神公司新开发的系统，能够与美日的预警系统交换资讯。比起过去的旧型预警雷达，只能侦控地面或者水面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雷神公司为台湾设计的这型侦搜雷达功能已经加强为可监控长、短程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空中飞行目标等。由于部署在高山上，雷达还可以俯视水面舰艇。台湾军方向外表示，这套系统在敌方导弹来袭时，至少能为台军争取5到10分钟的反应时间，再搭配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极大地增强台军的自卫能力。而这次的侦测雷达延长合同，应该就是对于乐山雷达之后的维护和升级费用。总结来说，这次军售案呢，应该是对于之前消耗弹药的补充，以及扩充台军的导弹数量。不过要大兵来说呢，这次美国售卖的价格属实有点高了，因为在2017年的韩国航空展上呢 ，AGM-84L 鱼叉导弹的价格也仅为150万美元，而这次军售案的60枚却足足花了3.55亿美元，换算下来单枚高达是591.7万美元左右，这直接是翻了4倍。至于100枚 AIM-9X 响尾蛇导弹，其单枚售价也达到了85.7万美元，而该导弹的实际采购价呢，只有47.2万美元而已。目前该军售案还在计划中，不知最终敲定时价格会不会降低一些。